是哥哥，我用赤海湖的大螃蟹给你做了好吃的点心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下厨，你来尝一下吧。难吃死了吧？来用好喝的叶汁冲淡一下吧。别急，吐出来就舒服多了。这可是赤海湖的螃蟹啊，这个本来是很好吃的。到底是什么手法才能做出这种？来，再喝一口，很快就会舒服了。给我喝一口。小心，慢点，慢点。谢谢。来了来了，小苏苏回来了，这次作战肯定完美。这下应该高兴了吧？苏苏，怎么样？倒是哥哥，平生第一次没可能啊！这道灰姑娘的水晶鞋明明做得很好啊，那小子到底会不会吃啊？把蟹肉用大火狂炒4个小时，让它变成完美的玫黑色，再裹上砂糖冰镇。已经过了这么久了，居然还能闻到香喷喷的烧焦味。哇，光看着口水就要流下来了。你们3个都给我去死！这是你的公主先生啊！放心吧，姐姐这里还有计划 B。这样一来，就剩下2顿了。小妞，你胆子还真是不小嘛！哼，这么快就有碍事的来了。你知不知道白月初可是涂山未过门的新姑爷？知道啊，可我就是要抢。哼，居然这么坦白，看来不揍你都不好意思了。上！螳臂挡车。今天真是风和日丽，晴空万里。在如此美妙的一天，能和您这样温柔甜美、迷人可爱的小姐相遇，这是上天赐予我这辈子最好的礼物。所以，这位小姐，能和我喝杯咖啡，共度接下来的美好时光吗？不要，我妈说了，穿的骚包男人其实都没啥钱。对，你给我回来！从来没有人侮辱过我没有钱，快给我回来！看我不用钱把你砸死！富贵，富贵！谁又在叫我名字？你们应该没这样身材的衣服，我来给你们织吧。哇，好棒！小时候就想要这么一套，太帅了。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哎，我先说，搞什么？你穿了儿童装，行为模式幼儿园化了吗？大家好开心的样子啊！总之就是那个每天给白月初送饭的女人朝我们一扬手，我们就晕倒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大家就变成这样了，其他什么都没看见。变成小孩子这个症状无从入手。你们又什么都没看见，这样我怎么调查呀？说起来，我好像看见他粉红的头发开始变暗。哦，对，这么说来，在晕倒前我还看见他的身上出现了斗篷，而且当时额头一凉，应该是中了飞针。最后，好像他肩膀上还出现了像蝎子一样的事物。这些重要的情报为何等我下结论才说？等等，这不就是南国公主？涂山白月初暴走事件的发动者，而且还利用了本少爷的身体隐藏了恶会兽。这次再来，肯定不怀好意。白月初很危险。当时哥哥，千万不
不要，千万不要再吃他给的东西，千万不要！你听说过星月松茸吗？当然听过，传说这是世界上最美味的松茸。是呢，要不要吃一个？要啊！好吃，好吃！刚刚吃的是大个的月菇，再吃颗小个的新菇吧。不行，我要忍呢。真以为我会吃？现在我就带着这颗新菇去找专业人士分析一下成分，要是没毒，就可以安心的吃了。哥哥，千万不要吃！土山苏苏，道士哥哥，道士哥哥，你怎么躲在门板底下呀？没吃。还好啦，飞起，道士哥哥没有吃，哈哈。到底还是吃下去了。不愧是道士哥哥，只要是放进嘴里的东西，就一定会吃下去的。太好吃了！真不枉我这一周苦心的服侍，总算把这个需要连吃7天、每天3顿的毒给喂上。哼，果然是下毒了吗？不过，但凡是毒，就必有解药，尤其是在施毒者身上。想抢解药，太晚了！道士哥哥，道士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突然倒下了？道士哥哥，咕咕咕咕，乖，过来。道士哥哥，回来！道士哥哥，看这个。怎么可能？道士哥哥居然无视了五彩棒！哼，一闻这气味就知道，这五彩棒是前2天刚上市的50周年纪念特别款。哼，这样的极品可不能掉在地上弄脏了。莫非你是？说来，小蠢货，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高啊？你真的是道士哥哥？我的手怎么变得和没拔毛的鸡翅膀一样？虽然好像有点不太亮，但是道士哥哥看起来好可爱呀！喂，你搞什么呀，小蠢货？你还不住手！白月初变成了一只弱鸡，叫我弱鸡，就凭你们2个渣渣！觉悟吧！太令人感动了，好弱的白月猪啊！果然今天是美妙的一天呐！老子一生都在盼着这一刻到来。这
可是我要带走的人，你们谁都不许碰他。走？你以为你还走得了吗？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一切道盟妖警队包围了，赶紧放下武器，出来投降，抵抗是没有意义的。看来附近的妖警全都赶过来了。可是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最后几顿饭全要送到他家来吗？那就是……为了把这片区域变成我的主场。哼，别小看我们4大妖，我们可是有备而来的，受死吧！使劲跑吧，多用点法力哦。听说你们道家功夫发动功力，需要引周围灵气入体。我这种妖毒叫禅风丝，可是能够随灵气一同入体的药。只要在毒气中运功，戴什么质量的防毒面具都会中毒。少爷，4大妖不已经全军覆没了？这帮没用的东西，今年的奖金都别想要了。放心，虽然这种毒对道士来说几乎必中，但只会昏迷个10天半月，并无痛苦。所以我劝你们还是自己走出去中这毒，睡个10几天，省得受皮肉之苦。哼，我怎能看着妖怪在我面前肆虐？只有你这么一只妖怪的话，绰绰有余。现身吧，青龙！上吧，去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公主，是公主，我们投降，我们投降了！混蛋，今年你都别想来领生活费了。少爷，那可是南国公主，惹不起呀！滚！嘿嘿，到头来还是得靠我呀。我说旁边的这位妖怪，人善智而不善力，这个道理你懂不懂啊？即使我变成了一只羸弱的小鸡，我依旧可以依靠死人会的技法召唤出吞之阳炎。笑个屁呀！你太嚣张！就算变成了鸡，我也还有一招必胜绝招！哎呦，即使没有洋葱，也能出现的虚空之泪。擦擦吧，跟打火机火苗一样的出至阳炎，扑通的泪水，我真的变成了一只弱鸡啊！你的法力和虚空之泪，当然都在你本来的身体上。我煞费苦心，就是为了让你变弱呀。跟我回南国吧。不准走！虽然我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但总之这个和你手上那个都是道士哥哥，把道士哥哥还给我！不还，你又能拿我如何？太弱，根本不够资格跟我抢。去死吧，妖女！看我的法器，防狼狼牙棒！不自量力！富贵，小心！我说那边的，还想动手吗？不，儿子而已，女英雄尽可带走啊！但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以后老无所依，望女英雄留下点钱钱让我养老好不好嘛？哎呀！叽叽叽，我的小鸡，叽叽叽叽，可爱的小鸡。你这毛茸茸的身体是将来的大母鸡。真的吗，父亲？
红中他们只会昏迷1周而已吗？那种毒虽然毒性霸道，但效果却出奇的温柔，所以叫禅风丝。中毒者1周后便会苏醒，无后遗症。太好了，父亲果然知识渊博呀。并不是，此次的毒在我们的典籍里是查不到的。那父亲您是怎么知道的？不是查不到吗？因为那南国的丫头在现场留下了纸条。尔等居然敢阻挡本公主，真是不自量力。禅风丝和反刍之毒1周之后就会消退，就当小惩大戒。快感谢本公主的仁慈，若是对本公主的作为不服，有种来南国。还有，别想去涂山搬救兵，当心我司机。总之听起来我们捉妖队传灭的事，只要瞒住1周，就不会张扬出去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大选在即，不能让张李2家抓住我们的小辫子啊！是的，是的，1周之后我们就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行。至于8月初，反正已经移交给涂山了，不关我们的事喽。2位姐姐都不在吗？是的，三小姐，大当家和2当家都出门了，近期不会回来。那就没办法了。苏苏中了针，依旧安然无恙啊。看来是姐姐的绝缘之爪起了作用。不过，那家伙……我知道，无论8月初做鸡还是做鸭，你都丝毫不感兴趣。但你应该察觉到，这1年没动过的温度计升温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比我们严加看管、世事代劳的效果要好？你的意思是，这次我们不插手？哼，也罢，就看他们自己的命数。不可饶恕！来我们的地盘搞这么大的事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要带人去南国，教教他什么是一气道盟的厉害。5年前张家的少爷带着张家全数兵力去南国挑事，至今还躺在病床上。听说刘家的儿子躺了10年了。我们还是要以宽厚为本，发个声明谴责一下就好了。少爷，少奶奶从昨天替少爷挡了1针之后，就一直不省人事。你要不要去看望一下？怎么会？走，快！就目前情况而言，他最多只能撑1周。这种毒之前从没见过呢。等等，别人中1针的1周后就会安然无恙，理论上2针最多只会变得更小，然后2周后就没事了呀。我们可是重金请你来的，不要开玩笑啊！你们以为这是小学算术题吗？老头子，你应该听说过南国传说中的毒虫——返老还生虫吧？这种虫不仅剧毒无比，而且会在自己年老后逆生长为幼虫，最后缩为卵，死掉。看来，这位公主不仅找到了这种传说中的毒虫，甚至还从她身上提取淬炼出了神奇的新毒，真是天才啊！听你这么说，能够拥有此毒解药的，想必只有南国公主本人。也就是说，想要救孙媳妇儿，就必须去南国。皇上，听说公主伤了一气道盟的少奶奶，王家大少爷正在赶来我国，要找公主算账。王
家倒也罢了，反正即便闹起来，我们也不惧。真正麻烦的是，好像到了耶！我家小妹要去你国办点事，不用特别照顾，别让她死了就好。这是赤裸裸的恐吓与刁难！这么硕大的妖盟印章，是想用身份来压我？没有吧，皇上，他看起来挺客气的呀。这涂山苏苏现在是人都知道，他是当年的涂山红红，重要无比。他这么轻描淡写的说不用照顾，偏偏提别死了就好，莫非是想让苏苏在这里出点意外，然后来兴师问罪？一定是对上次和这次那个不孝女做的事耿耿于怀，想要找麻烦。皇上，您想的还真多。想太多，政治阴谋，一定是政治阴谋。对面如此刁难，该如何是好？皇上，您那么在意的话，微臣倒是有一计。好。太好了，道士哥哥，2天就到了，我还以为会迷路呢。听翠姐姐说，最好在1周之内找到那只小鸡，所以我花了好多钱用了传送法阵。总之，在这5天时间里，道士哥哥不要乱跑哟。不能吃啊！这种随便从地上捡起来的种子，吃下去会吃坏肚子的。知己，好久没有看见过这么讲卫生的人了。所谓千金易得，知己难求。难道我们一见如故，就让我跟随您吧？多么自然的邂逅，再加上那2滴浑然天成表达感动的泪水，简直完美。皇上交给我的艰难任务，被我轻松搞定。皇上，信上说不用我们特殊照顾，却又要保证安全。臣认为只有一种办法，秘密派人去接近他们，便衣保护。就算被发现是我们的人，也可以死不认账。好婆，可恶！这个法子明明是我们刚才一起想到的。大哥真不讲义气。有了。你在干嘛？没关系，我还有歇后之法2，我先用出来了。二哥，帮我想个主意再走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，我好饿呀！好可怜，我买吃的给你吧。不行，这里是南疆，外面的食物很可能被人下毒，所以我自己带的干粮最安全了。幸亏大侠相助，否则我们早就饿死街头了。这么嘎都能混得过去，算你牛。别客气，那我们走吧。大大，大恩大德不以为报，请让我追随你吧。人下毒。有刺客，武者之盾，武者之盾，大胆刺客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居然敢来行刺！你不知道我们南国堪称防御最强的御前3盾中的2盾在这里吗？还是不行啊，现在少了一个人。队形和声势都不够完整。大哥和二哥都在战斗了，而我，有招了！不要！大哥，你不能死啊，大哥！我相依为命10多年，你一泡屎一泡尿的把我拉扯大。虽然你们经常不讲义气，可我还是舍不得你们呐。我觉得3弟是在骂我。不，大哥，这是在骂你。我大哥跟我情同姐妹，请让我追随你们，找到真凶，为他报仇。武者之盾，发生了什么事儿啊？
久闻御前3盾，老大的读者之盾，能吞天地万毒。哦，你是公主座下5毒太保之一的毒公子。不错，正是在下。用着弱鸡身躯练武，你该不会是想在1周之内锻炼机体成武术大师吧？怎么样，运动过后要不要吃点东西？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食物都变得好大呀！我去，不管你打什么主意，我劝你还是早点放了我。好吃，我可是有背景的，到时候你会死得很惨的。好吃。说起来可是来人。所以我说啊，你还是早点收手吧。看在你给我那么多食物的份上，我可以去帮你跟那2只老狐狸求求情。可惜来的既不是什么9尾天狐，也不是什么千面妖人，那是什么？只是一只小蠢货，还背着一条鸡腩。那封涂山来的信早就被公主截获过了。换句话说，派你们几个来，看来已经是皇上能做的极限了。这下就简单多喽。什么叫只有我们就简单多了？有我大哥的读者之盾在此，就算你是毒公子。行了，说大话之前，你们看看那小鸭子吧。想骗我？好低级的伎俩，至少应该让我们看飞碟。不太对啊，这鸭子走路摇摇晃晃，却又兴奋不已，表情中略带癫狂，甚至咬了一只狗。那只狗会继续咬一个人，然后这个人让蚊子吸了血，这些蚊子又去咬了更多的妖怪，周而复始。这个效果看起来是噬心蛊毒，但不可能会有这么强的毒体传染效果呀！别人的毒不可以，但毒公子可以，因为他曾以独门蛊术之势立下了誓言，1天只下1次毒，以此为代价，换来的就是任何毒在他手上会有意想不到的增强效果。所以明明没有任何传染性的单体操控，像噬心蛊毒，却能1传10，10传百。读者之盾！做得好，老二！读者之盾，给我吸进来！怎么样，毒公子？遇见我大哥，一劲踢到铁板了。众读者说读者之盾吃到吐了，看来暂时吃不了了。果然跟传闻中一模一样，读者之盾的饭量很小。哼哼，可惜呀，饭量再小，刚才所有人的毒都已经解了，而且我听说毒公子你是无法在1天之内用第2次毒的。一个不能用毒的毒公子，有何可惧？说得好，不能用毒的毒公子并不可怕。不过，刚才鸭子吃的蚯蚓身上的毒，是我昨天下的。什么？你想耍赖呀？这才是今天下的。什么人，居然敢偷袭于我！做得好，朱雀，今年的美容费我包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们破坏了！正巧路过，路边的野怪，不刷白不刷。是我昨天下的。什么？你想耍赖呀？这才是今天下的。什么人，居然敢偷袭于我！做得好，朱雀，
今年的美容费我包了。嘿，干得漂亮！今年马路也被破坏了。正巧路过，路边的野怪，不刷白不刷。区区4项镜而已，也敢在我毒公子面前放肆！现在你今天的毒已经用掉了，别说4项镜，我们兄弟3人都能打死你。今天的毒确实用了，所以只好用我前天炼制的剧毒傀儡。等等，什么？前天？然后，这把剑上的毒是我大前天下的，这无敌的毒黄蜂是大前天找我炼制的，这盆明灭郁金香是大前天培育的，以及这个山黄毒师是大前天的杰作。尼玛，这就是你一天只用1次毒吗？简直卑鄙无耻到了极点，好吗？你不是叫毒公子吗？怎么能如此不假诚信？哈哈哈哈哈！愚蠢！我被人称为毒公子，又不是毒君子，所以根本不需要像个君子一样啊。所谓公子，只要长得英俊就好。哎呀，真害羞。原来我们的毒公子是个智障啊！不然我们南国的脸都要丢尽了。少爷，不好对付呀。放心，对付他，本少爷只需3秒。哼，大言不惭，受死吧！来人呐！有人袭击一气道盟亲善大使啦！这妖力士！妖力士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你们是当我死了？微臣不敢。不过皇上，您不是不便出手保护小狐妖吗？怎么？所以啊，我是在出手保护一气道盟亲善大使啊。原来是这封信让皇上很为难，是吧？嘿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这封信上所带来的麻烦很好解决。虽然皇上不能出面保护涂山苏苏，但是可以出面保护我呀！保护一气道盟的亲善大使，合情合理又合法。只要我跟着小狐狸，就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了。如何？哇，少爷英明，不愧是少爷。南国公主在哪儿？说。哼，呵，看来嘴巴还挺牢，想跟我斗？嘿嘿，皇上，要不要我帮你严刑逼供啊？不用，你们随我来。嘿，看来皇上有对付毒公子的妙招。听说他对南国公主忠心不二，到底要用多狠的手段才能撬开毒公子的嘴巴？我打算放他走。啊！皇上真是神机妙算，只要稍有松懈，毒公子果然会越狱而走。作为第1道哨兵的毒公子，当然要回去禀报公主了。而这个慌忙逃走的蠢货还不知道，我们正在等着他，给我们带路找公主呢。等等，那个方向是乌黄山，您不要跟来。丫头，就为了那个混小子，你想再把自己的命丢几回？皇上说不要跟来是什么意思？你们想要公然包庇公主？是为了你们的安全。毒公子所去的方向是乌黄山，此地毒雾弥漫，漫山遍野皆是毒草，
有数以千计的上古毒虫栖息于此，只有习得南国至宝万毒心经者，才有希望在此地存活。不过你们并非我族，未必一定要听我的建议。实在想去的话，哎呀，听说你们南国的篝火夜市有很多美女啊，不如带我见识一下吧。公主殿下，我最后能帮你做的，只怕就只有这巫岛之界了。一旦进入巫皇山，即使是皇上，也非得10天半月才能出来。到时候公主大计已成，只要没有皇上的参与，这些人是根本阻止不了公主你的。只是属下远没有皇上功力深厚，此去巫皇山，只怕会葬身在那里吧。刚才我在城墙外种下了一棵毒蛹，里面除了要汇报的情报外，还有一些我一直想要对公主说的话。虽然我知道公主的心中一直只有那个人，但我至少想要让公主知道我的心意。这是7星明凤蝶，剧毒无比，外无处之祭祀，一定能把我的心意带到公主身边的。我抓到了一只漂亮的蝴蝶。这不是南国旅游手册中提到的绝对不能碰到剧毒之手7星明凤蝶吧？小祖宗，你这想玩死我吗？你死了涂山让来屠城的。雨马上到城墙顶上来！你们怎么了？你别过来啊！公主殿下圣恩，卑职前来汇报。如您所料，涂山的小狐狸一个人来到了南国。这是投影信，用此碟送信确实比较安全。但这位小姐好像没有中毒的样子，这蝴蝶身上的可是1品药毒啊！你听说过涂山绝缘之爪吗？可抓天下法器，甚至妖气法力的绝缘之爪。上次你们公主对我们使用毒针，被射中者全部毒发变小，只有她幸免，就是因为针穿过了她的手。虽然最终还是击中她，但妖毒已经完全被手过滤掉了。我去，什么时候出来这么多看八卦的？情况大致如此。除此之外，此去巫皇山，九死一生。卑职有些话藏在心中已经很多年了。我这还是说不出口。我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、出入上流社会、气质谦逊、性格内敛的人，真是个怂包啊！那3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啊！好深奥啊！哎呀，你想说什么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该说他太蠢，还是太蠢呐！完了，现在皇上与杜公子被困巫皇山，要怎么找到公主呢？哼，看来只能靠我了。本少爷曾荣获校园10佳推理小说大奖，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本少爷的实力。我记得少爷您拿的是最富有作家奖哎。所谓破案，最重要是什么？这不明摆着吗？当然是警犬。只要带他去公主的房间闻一闻公主的物品，马上就能找到公主。实际上，公主的房间布满了毒气，寻常狗接近会立刻中毒昏迷不醒。闭嘴！有毒必有解药，快研制解药出来！此毒解药的副作用极大，那还有谁能闻出公主的气味啊？方法倒还是有的，快说！等等，不要打断别人说话。我已经请了功力极为深厚的极地萨摩王赶来相助。是吗？他人在哪儿？大概赶来这里还需要1天的路程。那也太长了吧！这个蝴蝶是不是会飞到公主住的地方？
开玛莎拉蒂来接我，稿费都不想要了吗？这次来了这么多人，就不信抓不到。哟，看来毒公子失败了。这次你去，别让他们打扰到公主。你是说这次让我打头阵吗？放心，绝对没有问题，我一定不会让他们接近公主的。可是他们在哪儿呢？自己不会看水晶球吗？里面不是有吗？地形好复杂哦，我画个地图。嘿嘿，这里是这样。环境倒是画的一模一样了。不过忘了画人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万一读错人就不好了。刚刚过去的似乎是同为公主座下5毒太保之一的毒童子。不过他好像有别的急事，并没有打算攻击我们。这个白痴！还好我另有准备，他们前行到中午时分就差不多了。大师哥哥，这是南国的香米油。怎么突然就开花了？好清纯的香味啊，让我想起了我的初恋，孩子他娘，小花。小花，你为什么打我？这封别人给你写的情书是从你箱子底下的鞋垫里翻到的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说什么呀？这不可能！这封信是小学时候的。我们结束了。孩子他娘，不要抛弃我！不要！你们回来呀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这种悲剧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为什么要对我如此恐怖？能不能再爱我一次？你果然还是比较喜欢牛。果然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审美取向也不一样，在你眼中的我一定丑陋不堪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整容成那样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！小花，不要走，我解释给你跪下，不要整容。这是我毒娘子独门秘制的情毒，召唤桃花雾。置身此中者，皆会意乱情迷，体会到失恋的痛苦。任你100万大军入境，也皆会沉睡在失恋的痛苦之中。你们就沉睡到公主大功告成之日吧。道士哥哥说过，一旦有什么不对，记得不停挥舞自己的双手。跑起来！我们刚认识的这位大佬真厉害呀，用手撕出了一条路。你们应该没有生命危险，暂时先不管了。没有人可以逃出我的毒花雾。苏醒了。少爷，来嘛！你说你喜欢我们中的哪一个嘛？少爷，我当然是都喜欢呐。少爷，来嘛！你说你喜欢我们中的哪一个嘛？少爷，我当然是
都喜欢呐。少爷，你说呀，哪一个嘛？我说了呀，我都喜欢。啊？不行，只能选一个。妖怪呀，你别过来，一点都不怕。快醒醒！快醒醒啊！这是真的诛死！快醒醒啊！富贵，这物有毒，我用蛛丝神经毒素勉强能解。呵呵，看你能醒过来，我当你有何等神通？原来不过是仗着你方有一只熟知我诛毒解法的小杂碎啊！哎呀，走近一看，这位道士小哥倒是一表人才啊！看得姐姐我好想跟你约一约啊！这位姐姐真是慧眼独具啊！英俊一直就是我的代名词。不过坦白来讲，我还有很多别的优点。快逃！哟，还没注意呢，看到脸上的2条印记才想起来，这不是600多年前我放入王权家附近充当间谍的奴隶，编号12580吗？600多年前，为了得到一气道盟最新的情报，我饲养了你们这些奴隶，并在你们出生的时候，替你们刻下了永远无法抹去的特殊印记。自出生起，我就把你们丢到王权家附近充当间谍。尽管以你们的能力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被那些道士折磨致死。但也有能活着回来的，而这些侥幸能回来的奴隶，却总能带回一些可观的情报。而你，12580，仗着自己迷惑住了当时的道门兵人，明知我要找王权家报杀夫之仇，却拒不提供情报，公然背叛。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啊！小心我的无影腿！吓到了没有？不过之后我有听说，你的那个兵人靠山在500年前惨死，只留下你这个无依无靠的小妖怪在世上四处游荡。真是可惜啊，好可惜呀！王权不在了，靠山不在了。现实中再没有人能保护你了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没有人可以在我面前嚣张。没看见本少爷在此吗？你当我假的吗？哼，你可比王权？问得好，我不怕告诉你，本少爷的前世就是刚才你口中最惧怕的最强道盟兵人王权富贵。嘿，知道厉害了吧？其实我是个谦虚的人，要不然刚才我早就施展王家隔世秘诀。感谢上苍，感谢上苍，感谢上苍的恩赐。他怎么吓成这样？不知道。看来装逼过头了，小小注意。哦。上苍，感谢你能让我再次遇到王权，感谢你让这辈子的王权富贵这么弱。混蛋，臭女人，你居然敢如此小看本少爷！今天就让你知道你家转世王叔叔的厉害！正神化身，
现，5000元一个，这就是你家王叔叔的尊严，有钱人的尊严。而且这些5000块的正神可是出家人，从来不谈恋爱。你的失恋毒物对他们毫无效果。请你呀，慰藉我们吧，恳求我们吧。我们的名字是去死团，单身万岁，绝不脱团。信内，情侣信内。哼，胡子一大把了都没谈过恋爱，真是可怜呐！又来毒气攻击了。女神，神歌演堂马上就好。等等，好吃又好玩。女神，这首曲子是我为你写的，你听听啊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。女儿站，我的女神，请叫我小霞。你是女神，神歌马上就来。我不能。爱情走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不能承受。我既然有失恋毒物，当然就有热恋毒气了。一旦中毒，12个小时之内，中毒者就会把施毒者爱得死去活来。你该不会是想对我用这种毒吧？我知道我很英俊，但我是属于全世界女性的，绝不能被任何人毒醒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用这种小儿科的毒气来对付。对于王权家族的转世，当然必须是最特殊的才行，比如伏骨噬魂之毒。你干什么？你已经身中剧毒了，你的蛛丝网挡不下来的。不要，再中一次毒，你一定会死的。不要，王少爷，也让我救你一次吗？只求至少让我救你一次。这情景，这种熟悉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螳臂挡车，冰人的这个垃圾转世你也当个宝，真是服了你了，12580，不愧是奴隶，就和你的渣男一起死在这里，就像500年前一样。虽然你的外伤已经完全被我用狐妖之术治愈了，但是你的内伤太重，1个月之内不能动用法力了。此地已经被我用特殊手法隐蔽过，寻常妖人是找不到这里的。总之呢，在这里安心养伤吧。真是谢谢东方兄，不，应该是月初表弟。你我的关系我已经跟你解释清楚了，所以呢，对我也无需客气。不过呢，我倒是没有料到，你居然能在那种情况下一瞬间就顿悟人生，走出自己的路来。那些老家伙平时应该没少对你洗脑才对啊！来，跟我说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两位少爷，松茸汤做好了，请两位趁热吃吧。我大概也懂得你为何能够顿悟的道理了。说来，我外出期间跟一些朋友学做了些菜，两位少爷不要嫌弃。好吃啊！说来，月初表弟，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：那位力克王权山庄山下500守卫的红衣女子，与你是何关系？这个糟糕，我还真没想过如何跟人介绍我和她的关系。她是我的妖仙姐姐，听起来关系很一般呢。我是被她养大的，听起来像是我的奶妈。我正在追她，感觉有些轻佻。
对了，我是他的童养夫，这个听起来既两小无猜又深情款款，重要的是还有名分，嘿嘿，就是这个了。用脑好辛苦，吃个东西补补咸。怎么了，月初表弟？你吃这个居然没事？很好吃啊。我的小菊花突然有点结实，我走先。东方少爷好忙啊，好歹吃点东西再走嘛。看来他不是贪恋食材之人。好吃你个头啊！昨天的早饭都要吐出来了，好吗？那小子居然还吃得若无其事，尼玛！我们不是一个血缘的吗？不行了，我得马上去大城市这个好馆子洗洗嘴。少爷，我出去找点吃的。中午你想吃什么？蘑菇吧。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阁下何许人？赵王权，有何贵干？妾身南国长老毒娘子，特来为夫报仇。我回来啦，少爷少爷，我找到了好多漂亮的蘑菇呢，今天一定。我听说冰人受了重伤，开始还不信，所以特意观察了你好多天。今天稍微动了一下手，想不到结果出人意料，区区毒物都能让你见血。看来道门冰人的功力真是降到了骇人听闻的低呀！真是苍天有眼啊！道门冰人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求您放过富贵少爷吧，主人，主人，求求你！青铜，你……主人，虽然当年重创您夫君的确是位王权佳人，但富贵少爷当时甚至还没出生，真的不关他的事啊！所以，求求你放过少爷吧。这段时间嘛，我在外面听说了一个很可笑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叫《让我成为你的眼睛吧》。一个道盟史上最强的兵人，为了一个不入流的小妖女，放弃了天地一剑，叛门而出，为此身负重伤，听起来可歌可泣。但他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那个小妖女并不是他的眼睛，而是蒙住他双眼，引领他走入死亡的恶魔。他的真实身份是多年前我撒在王权家附近众多间谍中的其中一个，编号12580。而他的工作就是毁掉你，王权富贵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。哼，看你的样子似乎很不相信，是吗？其实你只要仔细想想就应该知道，若不是有他的指引，以东方月初的手段，我又岂能找到这里？少爷，哼，看你的样子似乎很不相信，是吗？其实你只要仔细想想就应该知道，
若不是有他的指引，以东方月初的手段，我又岂能找到这里？少爷，被心爱的人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好了，废话也够了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么一点微弱的冲击就扛不住了吗？当年不可一世的道门兵人，居然是这样的下场！形神已灭，我就破你躯壳，送你魂游三途吧！少爷，没事的，青铜不会让你死的。我知道，如今的情况，说什么都没有用。我也不求少爷能原谅我，只求至少让我救你一次吧。这颗光珠是可以引爆自身妖气的法宝，是东方少爷之前为我留下的。它可以燃烧我全部的妖气，这些妖气至少可以为你抵挡一会儿。青铜不怕死，只求以我之命，以正我心。用不着。我信你。这是黄泉剑。怎么可能？没有法力的你，为何能召唤出王权剑？啊！少爷，这剑为何？看着青铜的身影，以及那颗自爆弹，我心中出了一把剑，而同时，在我的手中，它已经出现了。虽然我已毫无法力，但凭直觉，我已经知道这把剑由何而来。青铜，只要我王权在手，无人可伤我们分毫。装腔作势，你不过一个功力尽废之人，你能做什么？你给我去死吧！不错，我法力尽废，但此剑由来，乃是吾之性命。吾虽无法力，但还有命。那我就成全你！你忘了，吾之命，乃你最怕的冰人之命。我的图，这就是王权剑意。老公，不要，不要！老公。求求你放过我们！这封在关内的政府里是我的唯一，求你，求你让他前世，求求，求求！少爷，你们走吧，我能做的只有这些。哎呀，难得我及时赶回来，居然只能看戏。哼，没想到他居然能临阵突破，领悟到人兵一体的境界。不过，古书中记载，凝结冰人的生命精华，
为王权建魂。纵以他的修为之精，刚才那一下子也烧去了不少阳寿了。还有最后那几剑的目的，王权富贵，真不愧是我相中共图大计之人。当年你自负王权剑在手，得以破我毒阵，可今日却仍然需要这个小奴隶来给你挡命。哼，世事轮回，因果自怜。他不是奴隶，他也不叫12580，他叫青铜。独大者被一剑当扁。没错，就是这个，就是我曾经见识过的天地一剑。终于，知道本少爷的厉害了吧？我好强，强的感人呐！500年前，受死吧！要你！大仙，手下留情，剑下留妖啊！请先让我把话说完。把话说完，不管你要说什么，你给我离远点去！啊，是吧？好了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大仙啊，大仙，我和我娘子这次不是来加害两位的，我们这次是来报恩的。报恩？大仙，真有眼光。喂，重点错了吧？那本大仙就听你说说看吧。我夫妇二人拜谢王权少爷当年的再造之恩啊！再造？喂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我500年前是不是又干过什么惊天伟地之事？喂，你把话说清楚啊！恩人，事情是这样的。喂，你等等啊！你先别着急回忆，在此之前，你能不能转过去再说话？你那眼睛实在是无法直视。可以是可以啊，但是不看着大仙娘的眼睛，总感觉对恩人太不尊重了。不需要，给我转过去，是吗？好吧，原来你喜欢我的背影啊！我让你把脸转过去。是吧？好吧，这要从我和我娘子情投意合，准备结为夫妻开始讲起。那时候我们深深的相爱，俊男靓女，天作之合。于是，我决心要给她一个世界上最华丽的婚礼。我想到了一个伟大的点子，那就是为我的妻子建造一座摘星楼。那种脚踏明月之上，沐浴群星璀璨之中的婚礼，是不是很浪漫呢？你不许转过脸来！然后我就去把附近所有的工匠都抓了过来。可是摘星楼才盖了个底儿，就来了一个带着面具的剑仙，把我们夫妻二人击败了。不要！老婆，老婆，你不要死！老婆，老婆，老婆。奇怪，真是奇怪。方才本是你豁出性命，为女妖杀出一条血路让其逃去，这女妖却反过来帮你挡住了几乎致命的一击。我这一剑之后，你本可遁逃，却只是抱着她痛哭。看来你二妖真是生死不弃呀！情到此处已比很多人类要强，这跟我从小所学不一样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如我们打个赌。说，你和你娘子的定情信物是什么？是娘子头上的蛛丝金冠。很好，你夫妻二人劳役众生，但并无滥杀无辜，可免死罪，但活罪严重。于是那位剑仙把我的妖体封入了化棺中，
他告诉我，30年内我其不伤人类的话，便于30年后在此地带他前来解我出来，然后剑仙就潇洒的离开。他忘记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，他忘记了我妻子晕倒了，什么也听不见。这个美丽的误会就这样延续了30年，30年。而我妻子醒来后，听那些围观人道听途说，误以为剑仙杀了我，并封尸于发棺之内。于是我妻子发了疯似的寻找那个剑仙报仇，终于让他查到了剑仙和王权家有关。后面的事情你也就知道了。我妻子找上您的前世报仇，抓过去。而恩公当日一战时，一眼洞悉出我并未身死，于是赐出了可斩一切的王权剑意，分毫不差地展开了我身上所有的封印。我妻子带我逃走之时，我得以恢复俊朗的身姿，和我娘子重逢。嗨，娘子，是我呀。这番手段对我们2人恩同再造。我们虽然一心想要报答，但我们的法力远不及恩公，又能为您做些什么呢？直到后来，我们听说恩公的转世是个不成器的家伙，一想到这么英武的恩公变成了如今的德行，就情不自禁的泪如雨下。我觉得你对我这个恩人不太尊重啊！过来，真的想要如何帮助恩公恢复当年的风采。前不久，我们得知了您到了南国。你为什么这么执着要转过来呀？给我转过去！我们下定决心，一定要让恩公恢复功力，所以吴起以舍命的觉悟，布下了一个和500年前相仿的情景。这么说，你们这么做是为了？我们只盼恩公能从中忆起自己当年的几分风采。你们，恩公夫人的毒已经被我解得差不多了，体型线下也恢复了一些，3天之后毒自然会全清了。青铜，上天赐我看清世界的瞳眸。行了，你们帮的道盟到此为止。涂山转世续缘之法，不失为重生之中一个稳妥之法。不过这种老古董缺陷大得很呐。毕竟那只是为妖打造的爱情规则，并不适合真正的重生。尤其是遇到道门兵人。富贵！混蛋！放开恩公！放开恩公！有趣，多少年没人敢跟我动手。什么？他背后长出了另外2只手，居然轻松就接住了我们的剧毒。2个蝼蚁异想天开，险些坏我大事。富贵，富贵，放心吧，我只是让他把不该想起的东西全都忘了。刚才真的吓死我了！不，我们才是被吓的，新主人你的力量才真的吓到了我们。不过这么久也没见人追来，看来他们是放弃了。放弃就好，实在是太累了。没有放弃，当然不会放弃。我就是前来抓你们的追兵，只不过刚才迷路了，然后又掉进了沟里。
三只熊猫通过它们野性的直觉判断，我们能赢。这一兵就凭你！武者之盾，读者之盾，先者之盾。白痴！不要小看熊猫。你以为离开了毒娘子，你还算是个人物吗？算吧，因为我有毒娘子给我做好的笔记。趁你们的盾没成型之前，用毒掌击破武者之盾，用妖力击破毒者之盾，用蛮力击破先者之盾，然后你们就是一群渣渣！太卑鄙了，都不给我们吟唱时间！干掉你们3个之后，剩下的一个打法是……后面的字被浸湿糊了。也就是说，打这个敌人没有攻略可以用了。怎么办？好紧张，他那带风的站姿以及优雅的舔头动作，硬显示胸有成竹。这是个强敌呀！嘿。这家伙好厉害的样子，我完全看不透他的意图。不行了，我要撑不住了。虽然学着道士哥哥平时打人前的样子，可是还是好害怕。不行，我绝对不能退缩。从前都是道士哥哥在保护我，可是现在道士哥哥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驯兽的小熊猫也被打倒了，我不能再依靠别人了。这次就由我来保护他们，战胜敌人。他要干什么？要像道士哥哥平时那么做。他要出手了，像道士哥哥一样。好强的威呀！这个架势难道是禅宗的一指禅、豆豆波灵丸？还是某个少数民族里那个落魄皇朝的绝技一阳指？你不要啊！要出一打五彩棒，饶你不死。智商是个好东西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有。还好我身上有带，没有私藏吧？身上带的都在这里了。如果让我发现你身上还有五彩棒，后果可是……我想起来了，这里还有2根。我说过让你老实点，这次是真的没有了。那么，滚吧！是，世界不大志。我们的世界观又被刷新了。好像不应该是我在被追杀呀！道士哥哥，快跑！我们快点跑，道士哥哥！抱歉，你回来干什么？不是，我的任务是来阻止你们接近公主的。即使打不过你，我也要一战才行。一战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明知道是哥哥说完滚之后，敌人有多远就逃多远了。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是姿势不对吗？还是眼神？前辈，我们……既然你一心求败，那我们就不再仁慈了。老大，该出手时就出手。可是……放心吧，老大，我们有一计。这毒童子是个白痴，安心交给我们就好。我老大可是当年传说中的狐妖涂山红红，本不屑欺负你这个小辈，所以别说我们老大不照顾你。以大欺小的事情
我们老大不会干。所以今天就给你个便宜占占，我们就用南国的决斗之法来决胜负吧。南国决斗之法，一方用自己的妖毒聚于掌上，与对方落手。对方要是被夺头，则另一方获胜；而对方要是解开了手上的毒，则对方胜利。Winner， 来吧，就用你最强的毒攻过来吧！预备，1、2。献丑啦！看我10成功力，天足毒，赤焰毒，开焰毒，三巨情刃，最终奥义，我要收完全没有用啊！其实最后一下还挺厉害的，完全不是对手啊！好好给爷爷们磕几个专业的头，爷爷们也许今天就能饶了你。顺便再卖个萌吧，要很妖娆那种哦。我知道前辈是涂山高人，也知道我一定不是对手，但是我任务在身，身不由己，所以就这么回去，实在对不起公主。那个，我听说涂山还有一种决斗之法，能不能以此赐教？涂山！涂山决斗之法，我知道，涂山决斗之法源自涂山红后，内容很简单的。不是啊，老大，现在我们根本不关心内容本身这个决斗之法，人类也一直在用，我一说大家就知道。等等，不要随便就进入技术涂山的决斗之法乃力量抗衡之法，此法名为掰手腕。这是一种只适合强者的决斗之术，只有身心合一之人才可驾驭。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吧？明白是明白了，现在的问题是，老大您左上方那玩意儿，不是我们几个明白一下就能解决的吧？毒娘子说跟你们绝不能客气，所以废话少说，你们谁上来跟我比都行。我毒童子高大强这一次全力一战，要是再败，必然心服口服。等等，我们今天才说你叫高大强好吗？你这样太赖了吧！明明刚刚已经说了。我来吧。老大不要闹，会死的。老大，你看他的二头肌比你脑袋还大，你死了我们怎么交代呀？没事的。不过高大强，我有一个要求，前辈但说无妨。我们能去那边的树丛里比试吗？树丛？好，我听前辈的。走。完了，皇上怪罪下来，今年的年终奖绝对没了。好啦，3只小熊猫，我们走吧。老大，你没受伤啊？我赢了。太好了，可以迎接狗年了！太好了，老大万岁！你怎么了？怎么突然倒下了？刚才一瞬间，突然好乏力。乏力？小月初，你别吓我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可能是贫血，缺乏营养。贫血？快！什么大肘子燕窝人参汤全都给我拿出来！给我按照国宴标准准备15桌，快去！是。耶！小月初，好好的吃饱，只要再过2天就没事了。2天？对，再过2天就要办事了哟。办事？站住！
我们是公主的护卫，全程我们都看见了，你们根本就没什么真本事。我们可没毒童子那么好忽悠，绝不会放你们去妨碍公主。不好，这次来的是有智商的。上吧，没办法了，武者之盾，毒者之盾，贤者之盾，受死吧！等等啊！别突然袭击啊！我们的盾还在基地呢。上国宝是犯法的。无知之辈，给我退下！王哥哥。哼，没错，我就是王哥哥。强大这个词，就是为我而造的，真是太感人了。什么？居然一心想看我们的日子好好！我一直跟踪他们，确定他们里面没有这么强的人啊！好，逢场击役，好！爽！哇，少爷再起王权记忆之后，真是太厉害了！虽然有过短暂的昏迷，但是苏醒后魅力更为惊人啊！无敌，真是寂寞。那个恩公啊，虽然很值得开心，但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王权剑意的技巧是由燃烧生命换取的，所以使用这个剑意会折寿的。少爷变成了灰白色，你怎么了，富贵？看来恩公只是记起了战斗招式，其他就还是由我来给恩公解释一下吧。总之情况就是这样。有生命，生命。富贵，少爷，你去哪里？少爷！啊，原来大姐姐你们是好人呐，还帮王哥哥回忆起了那么厉害的招数。王少爷是我们的恩人，这是我们分内之事。那大姐姐，你快点带我们去找道士哥哥吧。抱歉了，虽然我们是公主的部下，但公主所在的具体位置，其实连我们也不知道。啊，这样啊。嘿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这个。那，我们有这个蝴蝶带路。离我远点！这是七星鸣凤蝶吧？会是人命的！哎，原来你们都害怕蝴蝶。三小姐，你说的没错，用这个蝴蝶应该能帮你找到公主的位置。但是，过了我娘子这一关后，在公主身边守护的应该就是五毒太保中最强的两位，毒婆子与毒老子了。这两人毒功深不可测，就论战力而言，也是一方妖王级别。恩公，你们一定要去的话，千万要小心。跟着小蝴蝶走啦！好辛苦啊！我看大夫。哎呀，妹，她走路了。他们似乎没有在听。抱歉了，各位，大恩已报，我夫妻二人也只能陪伴你们到这里了。而接下来，我们也该偿还我们所负之责了。准备好了吗，娘子？公主对我们恩重如山，此番为报私恩，没有对公主的敌人下手，甚至还筑起突破境界，为使我们对公主绝无二心。我夫妻只有自断一臂，以偿其罪。恩公目前尚可自保，但其实你奈何不了公主。我们夫妻二人衷心的祝愿公主你能成功的找到他。大家快跟上，快点快点！这样追着蝴蝶，感觉好像在郊游一样。老大，别太轻松了，前面还有敌人等着我们呢。对哦，道士哥哥还等着我们去救他呢。说起来，老大，
刚才毒童子那具妖体，怎么看都有万钧之力，犹如当年的北山妖帝石宽一样。所以，你这细胳膊到底是怎么赢的？怎么了？道士哥哥说过不能说出去的。道士哥哥，你家道士哥哥不是？不能说，是秘密。这么说来，当时这个人确实也进了树林里。等等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等，让我想想。哎呀，他们在干嘛？突然停下来玩思考。让我想一想。不大对劲。好。我能感觉到，这附近的毒瘴之气已经变得非常浓郁。你看，那只七星鸣凤蝶也开始越来越兴奋了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南国公主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怎么了？道士哥哥说过不能说出去的。道士哥哥，你家道士哥哥不是？不能说，是秘密。这么说来，确实这个人当时也进了树林里。难道？我知道了，之前白月初大人都是装的，所有的一切其实都在他的掌握之中。真的这样的话，我们一直把他关在这个鸡笼里，他会不会？这残暴的鸡鸡的一声！侍卫，这是赤裸裸的示威啊！竟然让我们一直把你关在笼子里！我们国宝王重新见过涂山新姑爷白月初大人。你看我们三个都这么大黑眼圈，眼神是真的不好啊！从这大肚的鸡鸡声中看来，他已经完全原谅我们了。他这个逆天高手没有被公主教会灵魂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坐看他跟公主打了。这样我们只要坐收渔人之利，就能轻松完成皇上的任务，妥妥的等着年终奖了。这看起来真的是只鸡。怎么办？道士哥哥，你洗洗再吃嘛，你会拉肚子的。这超出皇上布置给我们任务的难度了。弱者的哀嚎真是难听。你们这些山里没见过世面的6县山村动物，居然会期望白月初这种弱鸡男子，真是可笑。安心吧，作为真正实力派的我，已经解开了王权剑意的弱点。你们的公主就等着我正义之剑的制裁吧！破解王权剑意，真的假的呀？虽说王权剑意折寿，但想了想，延年益寿的补品在这世上可有很多很多的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些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。只要不断食用这些补品，我要多少寿命都可以。不会哥哥好厉害！本少爷有的是钱，所以本少爷根本不在乎寿命。本少爷可以随好想告诉少爷，建议那些药都是骗人的。少爷这是，他也中毒了吗？他一直这样而已。说到毒，少奶奶，我和小凡的毒等会儿失效后，衣服还得拜托少奶奶。好啊，别客气。少爷不是那么愚蠢的人啊。那毒娘子说，少奶奶的毒因为中了2次，她的解法也不能完全解毒，所以我想少爷这么拼命，甚至不惜编出这么低端的理由，可能都是为了打败公主，为少奶奶解毒吧。真的吗？原来富贵他这么温柔。不要怀疑，一定是这样。我说小凡，看你平时闷不作声挺文艺的，没想到拍起马屁一点不含糊啊！喂，这不符合你的设定啊！哼，南国篇的前期重做过。蝴蝶！不好了，不能让蝴蝶逃跑！蝴蝶，不要跑！蝴蝶！什么人？
老夫乃南国公主麾下毒老子，你们的旅程到此为止了。不要过去！不能过去！小爷爷快松手！他们说这蝴蝶很毒的，快放手，放开它！老大，现在不是担心这个问题的时候吧？你们在胡说什么？快点帮老爷爷解毒！毒？老子不觉得呀。居然生吞了7级性命蝴蝶！老爷爷，你怎么可以把它吃了？我们还要靠它找道士哥哥的。你饿了，你可以说，我们这里还有其他动物可以吃的。这不是重点啊，老大。还有你说的其他动物可以吃，指的是什么？看见了老子生吞南疆毒物之罪，居然毫无惧色，不愧为涂山现任三当家呀！我没有那么好啦，喂，现在才是时候吗？这老爷子是我们的敌人，喂，这帮低级动物又怎么了？还有那个油腻的老年人。富贵，小心一点。啊，这老爷子是高手。高手？哼，在本少爷面前，没人可以自称高手。三当家，你不是要找白月初吗？是的，可是蝴蝶已经……不需要蝴蝶，也不需要任何东西带路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公主就在那边的山洞里。当然，你要找的白月初也在那里。啊，道士哥哥！不仅如此，我还可以告诉你们，公主这次抓白月初那小子来，就是为了在2天后的月圆之夜举行一个仪式。在那之后，世上就不会再有白月初这个人了。谢谢你，老爷爷真是好人。大家，我们快过去吧。不是老大，他应该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还是继续看下去比较好吧。哦。三当家，老子既然肯告诉你们一切，当然是因为只要有我毒老子在，你们绝对无法通过这方圆10丈之内。快躲开！他要出手了！原来是要比试吗？来吧，你们南国的比试之法对吗？我懂。不是啊，老大，这次不一样了。啊，不是这个吗？哼，那我们去那边树丛掰手腕吧。也不是啊！这鬼叫什么呀？都给我退下！老爷子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没有人可以在本少爷面前耍帅。本少爷的前世可是……我知道，王权富贵是吧？来，上来试试。怎么样，小月初，吃饱了吗？啊，好饱，真是太感谢了。你喜欢吃多少都可以，别像之前那样贫血就好了。我说，你找我来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不只是要喂饱我吧？啊！关于我，你记得多少？给了我很多吃的。那这个呢？你可曾见过这个领导？完全没见过。那你的家人有提起过你出生的时候带有这个样子的铃铛吗？完全没有。果然，当年说的这么好，
我还以为妖门之主是多么公正无私呢。涂山狐妖，真是卑鄙无耻！哟，知道本少爷的大名，居然还敢主动挑衅，那就让你尝尝本少爷的厉害！呀！突然起风了，难道他的妖术是风属性的？不对，虽然有强风，但树并没有被吹弯，只是在快速左右晃动，反而树叶却在飞速往下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不管了，先吃我一记狼牙棒再说吧！少爷！老奶奶，为什么？三当家，老生夫妇也不想为难各位，更不想得罪涂山。但公主苦等了他几百年，所以只要有我们夫妻在，就绝不允许有人破坏。你们的实力太弱，绝对无法越过我方圆10丈的范围。不想受伤的话，就老老实实在原地站上2天吧。我们的确打不过你们，可是我还要去救道士哥哥。让我过去吧，我只是要救道士哥哥而已。多说无益，我劝你还是劝我们？哼，该退下的是你吧，臭老太子，居然敢偷袭本少爷！有本事正面打过来呀！我让你知道本少爷的厉害！少爷，他刚才是正面击败你的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他妈不说话会死啊！老太子，现在就让你知道偷袭本少爷的下场！行进，青龙3出去。超市5万额度购物卡1张，高级美容店6折卡1套。好好干，交给我们，一定把他打得不成人形。我俩的妖力可是凌驾于小妖王之上的，上古云岭也敢叫嚣！不容易！一下子就……喂，你们不是吧？刚才不是吹得很厉害吗？退下吧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别得意，别忘了，我们人多得很呢。人多有什么用？当然有用。打架，3开跑！是。哈哈，怎么样？不是说我们无人可以突破你方圆10丈吗？现在看你怎么追！少爷果然聪明。聪明，自作聪明而已。老子说过，你们无法突破，就绝对无法突破。这毒婆子怎么能这么快？同时从7个方向阻截我们，太夸张了！一击就击倒可以媲美小妖王实力的青龙和朱雀，现在还能以这种速度拦截住我们，简直是变态级的强啊！糟糕，已经傍晚了吗？今天过后就只剩1天了，再不赶快的话，我们就……等等。
加速时间，这怎么打呀？完了，这样一来，进度条完全撑不住了。别说一天，只要一瞬间，马上就到下周了呀！涂山无药，卑鄙无耻，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你刚刚说涂山无药，卑鄙无耻。怎么，涂山新姑爷有意见？说的太好了，我好感动啊！哥哥，涂山就是个黑心工厂，里面有随意打骂员工的大老板，克扣员工奖金如吃饭的二老板，以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三老板。哥哥，就在上月，大老板还对我进行了电视直播，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极大的侮辱。而二老板又因为我恐吓客人，扣了我1个月的奖金，整整1个月呀！我说的不是这方面的，其实，就是因为不一样，才有交流的必要嘛。来，把你掌握的黑八卦也分享一下吧，说说他们是怎么卑鄙无耻的。来，告诉我，别客气，他们背后到底做了什么阴险的事情？你真的一点也不记得我这个领导了？不记得。这也难怪，就连我也记不太清了。听说转世许愿都这样，感受仍在，但却永远无法清晰地回忆起曾经发生过的一切。越是用力回忆，记忆就越支离破碎，而这份痛苦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我。在这份残缺不全的记忆里，我唯一能深深记得的就是涂山之中苦情树下，我背负着他们重伤垂死，面对我的是那个凶恶的眼神，以及那份无法逾越的力量，还有一个模糊的声音。涂山一怒，重情重信，此景如此，此情不渝，让他来许愿吧。说的那么好听，说的那么好听，最后还不是在背地里做了勾当。作为许愿之士的铃铛莫名其妙的不见了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等等，我觉得不太对呀。凶残的大老板暂且不论，二老板肯定不允许这种事的。他可是很重视涂山商业集团的声誉的，不可能为了黑你这么一个单子，把整个涂山的招牌给做烂了呀。当然有可能，因为我的续缘对象就是你呀，涂山的新姑爷，我的小月初。这样啊，如果许愿对象是我的话，涂山想黑你就比较合理了，毕竟我比较重要嘛。这个，等等，有点乱，有点乱。你确定你的许愿对象是我？绝对没错。当年为了与你续缘，我险些死在了你这涂山老狐狸的手下，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怎么可能会有错？还是有点乱，我还是搞不明白这种。你是说
你和涂山未来的新姑爷在涂山的地盘上当着涂山的面续了缘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既然我们续缘成功了，我当然是你的。小三，你是小三。哦，你们你刚刚说了什么来着？小三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小三。喂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小三？这个词不能乱说的。他的名字不是叫小三吗？啊？谁告诉你的？就是之前我努力学习烧菜的时候。你这是在厨房学习爆破术吗？那个我是在给道士哥哥做菜。这菜，你们吵架了？你是想毒死他？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红头发、分3股刘海，然后大胸细腰的姑娘，现在天天给道士哥哥送吃的，所以我也想。是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这种人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人叫小三。哦，原来他叫小三啊！所以我知道你叫小三。你才叫小三，你全家都叫小三！你个狐狸精，还好意思指着别人叫小三！他夸我是狐狸精哎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！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！做到啦！我是智商……不过他说的也没错呀。再说，人家可是明媒正娶的涂山新姑爷，500年前就定好了。东方月初确实俊朗不凡，不过毕竟是人家的，硬抢就不对了。就是，我看呐，你不过是东方月初的弃妇而已。够了！东方月初，东方月初，东方月初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们把他当大英雄，但他在我这儿屁都不是。他能拯救世界又怎么样？就很重要了吗？哼，在我心里，他永远也比不上我的平丘月初。平丘月初。你活得比较久，你知道谁是平丘月初吗？不知道，没听说过。你们没必要知道。说，你们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啊？这个嘛，当然是因为毒老子毒婆子败在了本少爷的剑下。可恶，这人快又狠的，怎么过得去呀？看这节奏，天都快要亮了啊！那不马上就要到公主仪式的那天了吗？可恶！少爷，你这是补充生命能量，然后少爷，这东西没用啊！无知之辈，以为这种层次的力量就能够阻拦本少爷吗？乖乖的臣服在本少爷强横的力量之下吧！王权剑，现在才害怕，已经太晚了。可恶，居然要偷袭我！再来！这死老太婆！少爷，别冲动啊！少爷，你还是别上了吧。少爷，那个
可是可以加速时间的仙术神仙戟，你的剑再厉害，动作跟不上也砍不到它呀！荒谬！什么神仙戟？我只相信科学与道法。可是少爷，事实就是这样，您还是……我不管，我不管，你们别劝我，我不管。喂，你过来干嘛？这里太危险了，小朋友闪一边去。对了，你要干什么？富贵哥哥，你先别动。你这是干嘛？不要碍事啊！哎，哟，富贵，怎么了？原来如此，本少爷果然是慧眼如炬呀！富贵，你，少爷不要激怒他们呀！要杀我们简直分分钟的事呀！少爷。喂，老太婆，怎么还要？耳光吃的不够吗？刚刚不过是故意试探你们的虚实，现在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真格的表演。冥顽不灵，又开始看不清了。哟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儿哦。老婆子，别急，你也一样。你的音波毒功已经被我看穿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你最强的手下非常轻易地败在了本少爷的剑下。胡说！明明就不是你的功劳，这明明就是靠小蠢货的，居然只法阻挡了阴谋！快告诉他我是谁！我就是传说中的道门冰人王权富贵的转世。毒老子可是南国皇叔啊，一手古琴毒音冠绝天下。当年我跟他练了10多次才瞧出他阴毒门道，你居然这么轻易就看穿了？当年的涂山红红真的就这么神奇吗？喂，你这是在干嘛？没看见本少爷的威风吗？哼，既然你这么小看我，知道怕了吧？现在求饶还来得及哦。手下败将也敢言勇，急着来找死！公主小心！看来是纯法力攻击，先诊这段有效。这不是你的盾吗？哎，没办法呀，总不能看着公主被砍了，所以就借给她用用喽。你个死叛徒！小小路人级法宝，怎么比得过我的王权剑意？我看你还能挨几下！哈哈，怎么样？白眼珠是不是被我的强大闪耀了？呵呵，燃命之际还挺嘚瑟。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弄完了。混蛋，你是故意看的！哼，现在知道本少爷的厉害了吧？乖乖投降，我还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。别嚣张！道士哥哥，快过来！混蛋，少动我的小冤种！哎呀，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现在这里我说了算。切，你那个贱！道士哥哥，我好想你啊，道士哥哥！终于见到你啦！切，
你那个贱就……我好想你呀，大师哥哥，好可爱！你没事真是太好可爱，你到底想表达什么？给我放手！反刍，毒身！我再说一遍，放开我的小月初！不要！道士哥哥好不容易才回来，我不要！又想来？上次你是靠偷袭才得手，而现在，就凭你的妖力，根本不可能突破我的王权剑围。放肆！我们公主要不是为那小子损失了半数妖力，现在又怎么会？闭嘴！好一把王权剑，其实只是剑意。现在的我，也的确奈何不了你。公主，这不是那2只黑狐给你的东西吗？你喂，你这是想干嘛？这种花哨的攻击对我完全没有用的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些混合了特殊物质的反刍毒针，并不是用来攻击你们的，而是……按照计算过的反刍毒剂量，再加上那2只小黑狐附上的东西，应该能有效吧？传说中的返老还生虫都是成对出现的，据说还是自幼虫起就相识，从不分离。而更神奇的是，当一只受伤、生病、濒死，它就会开始返老还童，而另一只也会同时释放自己身上的毒素，一起还童赴死，最后成为一对卵，死在一起。反刍之毒本就淡于返老还生虫的毒素之中，此毒实为为情忘死。而今天，我也要像他们一样，为了我的爱，舍生忘死。这些有黑狐之物加持的反刍之毒，一定能帮我的身体返回到妖力巅峰的时期。你要干什么？别以为换个颜色我就会怕你啊！什么？穿透了王权剑！啊，那是什么？洞里飞出的是……公主最终还是用了，都怪我们这些老家伙没用，帮不上忙。不过，能在有生之年再一次欣赏到音波毒功的最强境界，也是一桩美事啊！你是说刚才那个是你们公主发出的？对，那是公主的音波毒功。音波毒功，这种程度的音波功，手臂完全不能动也只有公主当年的万毒之体才做得到啊！都给我去死吧！有人把毒涂抹于兵刃，利用伤口感染毒；有人把毒混入食物，使食用的人中毒；更有人利用毒烟，让人在呼吸时中毒。我们南国则利用种族特有的妖气混毒于其中，可以使被妖气攻击者直接中毒。我们也是依靠此技，才能不断纵横于妖界。但此技有一大弱点，
就是遇见法力更加高深的人，这种以妖力为媒介的施毒方法便会效果甚微。因此，每一代南国人都在苦思更高明的施毒技巧，而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发现了神经毒素的最佳传播方式——音波毒功。此法是运用妖力来演奏出特殊的音波，再通过这种音波的震动，使接受震动者的耳神经直接中毒。虽然只限能传播神经性毒素，但我一凭此计打出了名头。之后，我将此法传授于我的侄女欢都洛兰。这是什么法术？侄女精彩绝艳，连王权剑都音波毒功在她手中简直出神入化，甚至能凝结音波为震波针，承载神经毒素。因为音波本质上只是震动，根本不可能被阻挡，所以必中无疑。我们刚刚算是在帮公主吧？没站错队，真是太好了。对呀，我可是借了盾的。可恶，这是什么巫术？现在别说发王权剑了，双手根本就不听使唤了。王权剑已被我封住了，那么交出小月春，否则死。可是道士哥哥不能给你的。那么你就……你为什么能这么做？白月初。啊！什么？为什么这小子可以做出这种攻击？难道他一直是装的？完了，我们跟不上错队了，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混蛋！刚才是让你进盾给他们的。等等，现在吐槽我！看你的表情，似乎不太对吧？怎么看他都还是只鸡呀？哎呀，想不到吧？那就由我来揭开谜底吧。我叫白月初，是一名吃不起美食的美食家，所以那时候，当那些白来的美食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根本就无法抵抗，好吗？其实隐约感觉到来者不善，但谁还会想那么多呢？对吧？能送来这么多好吃食物的人，多半也坏不到哪里去吧。于是我敞开了肚子，来者不拒地吃着他送来的食物，直到有一天，一份恐怖降临了。道士哥哥，快吃吧。这奇怪的物体在放入嘴中的那一刻，我回忆起了吃土的恐惧。就在我来用好喝的叶汁冲淡一下吧。他犯了一个错误。难吃死了吧？用好喝的叶汁冲淡一下吧。怎么会？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那要在呕吐过后让人直接吃美食的，这样完全会尝不出味道，好吗？作为美食家，这太不合理了。所以他给的食物一定有问题。他这么急切地让我吃，莫非是在这个特殊的时间内吃了这个会有特别的效果？可是美食当前，当然也有可能是毒药，是吃还是不吃的？这难不倒我。首先当然是漱漱口，然后愉快地享用美食了。接着，当他走远之后，在他完全看不见我的情况下，回忆一下刚才吃的那个自称是血肉的东西。
这样就既享受了你送来的美食，又把毒物全吐了出来，简直是完美。道士哥哥好聪明，懂了吗？这样你所谓连吃7天的毒就不完美啦。可是道士哥哥，即使这样，你不还是被抓起来了吗？吃了又吐的蠢货，说了这么久，原来只是在装逼呀！你这个残废，给我闭嘴！我还没说完，给我听下去！自从小蠢货带我到了南国之后，我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，可能是因为这次呕吐造成的，那就是，我的右眼和这家伙的右眼可以互相连接。连接？对，我的右眼中出现了画中画，而这画面的来源就是我身体的右眼。可能是因为拥有虚空之泪的右眼和我有很强的羁绊，所以才会最早复苏。然后，随着我的这个身体不断地靠近我，从刚入南国城到出发找我的路上，我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不断地增加，已经到了不但可以用眼睛看，还可以用嘴说话的地步。你们在洞外击败毒老子的办法，就是我说给小蠢货听的。毒童子那次，当然也是我出的主意。可恶！你这个从一开始就没事的人，一直在眼睁睁地看着我用减寿的剑法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人家听不懂啦！白月初，你给我等着！原来我在洞里喂你吃东西的时候，你却一直在用另一个身体盯着那个小丫头看。总之，现在这个距离，我已经可以操控身体的动作和法力了。乖乖的把我变回来，看在你喂我那么多食物的份上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我现在可是天下无敌的哟！你要对我动手？我说公主啊，你刚刚涂在针上的是黑狐之物吧？黑狐乃涂山之敌，专擅破坏转世续缘的各个环节，而你不仅之前和黑狐有过勾结，更是使用了黑狐之物，所以以我从业多年的经验来看，你这份续缘一定有问题。你自己也说过对此事记得不清楚了，说不定正是黑狐对你使用了某些道具。黑狐为了对付我们涂山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们很可能利用你，让你误认为续缘对象是我。看在食物的份上，我可以安排你去涂山做一个详细的续缘检查，再给你安排个专业的红线仙。至于价格嘛，我确实使用了黑狐的道具，也确实对此情此事记不太清楚，但我根本不需要涂山的帮助，根本不需要红线仙，因为我只需要刻骨铭心的记住一件事：将涂山要找的人就对了。涂山的老狐狸早就查清楚，我的小月初就是东方月初的转世。这家伙怎么可能？居然只靠吼叫便轻松震碎了我的音波针，好强的妖力呀！哈哈，这音波针吧，比起之前射出的已经弱了很多嘛。你这种靠毒强行提升自己的方法，持久力太差。你打不过我的，放弃你的计划，赶紧把我变回来吧。放弃？我钻研了100年古术，寻找绕过涂山与你重聚的方法。为了得到古法的催化剂，甚至不惜与黑狐为伍，你现在就放弃？拼尽全力，死又何妨？既然打不过你，那就再加几针。等等，你是上瘾了吗？跟你说过没用的。有用没用，试试不就？住手！到底还是没法装成一个老糊涂啊！
问了，因为时间加速，已经过了整整1天了呀。终于到了。啊！公主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要开始了。住手！到底还是没法装成一个老糊涂啊！皇上！皇上来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这次任务做得乱七八糟，我们会不会被他？趁他还没注意到我们，不如躲起来些。这个老家伙有一股令人胆寒的妖力啊！父皇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你不是应该在独山是吧？可是有人呐，却想让我当一个老糊涂，以为派了个毒公子就能把我支开，然后自己偷偷躲在这里拼命。父皇，你是来劝我回去的吗？有用吗？为父已经劝了你几百年了，要是能劝得动，哪里还会有今天？罢了。在场的各位，想必你们还想不明白，我女儿把白月初用如此方式捕来，是想要干嘛吧？此事缘由，也是因为我女儿在多年之前爱上了一个很难爱的人——平丘月初。之所以说难爱，是因为我们在最后才得知，这个平丘月初便是妖盟与道盟苦寻数年之人东方月初的转世。东方月初的转世？哼！我们知道真相的时候，平丘月初已经快要死了。本可就此瞒过涂山，息事宁人。但我的女儿却坚持要去涂山进行再世续缘。可试问涂山又怎么肯拱手相让？我女儿从涂山回来之时，也是奄奄一息。谁没悸动过？一时热血上头，为爱拼命，本就是常事。我以为我女儿也是如此，以为时间会冲淡这一切。但我发现，我实在小看了我女儿。以前从不用功看书的她，开始拼命地研究古籍，钻研能绕开涂山，令爱人再生之法，甚至为此不惜与黑狐为伍，攻其驱使，而且一去多年。堂堂的一国公主，从小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仆人成群，何时就受过这种苦？年轻人通常能拼命，但不能吃苦，而一旦能为某件事常年吃苦，我便知道我的女儿长大了。她不再是那个一时兴起就要这要那的小公主，她是一个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大人。可她的父亲实在太老，太没用，老到当年竟不敢帮他一把。如今此事在临，我决定，即使招惹涂山的那几个怪物，阻止我女儿计划的人，我也要挡上一挡。老人不爱拼命，但
可以。父皇，不好！你们快运用自己的法力挡住这老头发出的毒！注意，毒气要来了！我该怎么办呢？你的话，挥舞你的双手就好了。明白了。喂，白千金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这么撑下去不是个办法。笨蛋，你智障啊！这封闭空间对这老头有利，你退到外面去，烟就没办法啦。笨的。做鸡的，这个办法我刚想说，就被你说出来了。你在说什么呀？大脑9级残废王八蛋！以你的智慧，怎么可能想得出这种办法？信不信我踹死你？做什么不好做鸡？弄死我！吹你个马六，都简直不看我让你结花绽放，迎风飘扬。现在出去才是最重要的。想得美！好棍法，可惜没什么用。在这里，我无处不在。万毒之体，万毒全通，以身为毒，以毒为身，在这毒雾中无处不在而又飘忽不定。好眼力，果然能当我的女婿。夸奖我就接受了，但是女婿这种东西，我不太愿意当的。毕竟只是混合在妖气里的毒而已，用纯日阳炎灭掉妖气，无所遁形了。而且你的宝贝女儿需要我，根本就不敢杀死我。再不放开我的话，就让你尝尝我如今炉火纯青的不灭。怎么会？老夫还算有点闲钱，涂山出产的9转玄阴水还买得起。这东西混进毒雾里，对扑灭灭妖神火还挺有效啊。你为什么会准备这个？欢迎一起道门疙瘩山小队队长大驾光临。关于令郎被我们公主绑架以及把您变小的事，还望海涵。看在你们如此有诚意，把我变小的事儿就这么算了。但白月初毕竟是我很重要的儿子，所以我提供给你们皇上的那些东西，哎呀，你懂的。就随着儿子养得好，老来不用愁，我的后半生本来都可以指望我儿子的呀。那个，这是我们皇上说给您的10万支票。10万！10万的，所以说养儿子就是好啊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听说我的族兄仇恩来了！哎呀，好大一桌菜！我族兄人呢？那上面。听声音，莫非是我的好族弟白萧？哎，没错，族兄，是我。真的是我的好族弟白萧吗？是的，我就是你的好族弟白萧啊！混蛋！一个人在外面浪迹江湖，你大哥天天打我这不长，这是我的后座呀！你们两个先好好叙旧吧，我现在。这是南国最有名的情色酒吧优惠券，兄弟一直帮您留着呢。你这个好兄弟，是吧？我们那么深厚的情谊，任何事情都……说来，毒王已经出手了吧？这个当年仅凭一己之力扫平南国72路洞洞主叛乱，现今硕国仅存的万岁妖王，已经出手了吧？唉，我那个傻儿子，在他的地盘上，又怎么可能赢呢？哼，就算你破了灭妖神火，但是，嘿，哦，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是用虚空之泪？你什么时候拿走的呀？这家伙，哼，别得意。
缺点。这边。你在毒物里加了什么？气吞天地，时之鼎纪，但也只是时机。只要破坏你肠胃经脉的运气流畅，便使不出来了。比如这毒烟中混有的发酵了3年的巴豆和烂香蕉。什么？精彩，简直是艺术！我要好好的学习。混蛋！为什么你对我那么了解？我所有的对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能这么有效针对我的弱点，只有一种可能：你把你儿子的弱点全卖给了毒皇。是啊，还以为能卖个500块就好，谁料到10万呐！10万！这个死老爸，下次我一定揍死他！那么，请出平丘月初吧，女儿。儿臣多谢父皇。这又是什么？是情蛊。情蛊。在南国，有姑娘看上了心仪的对象，而又得不到的时候，他们会择良地种下一枚蛊，然后每日以自己的心血和妖气为嗣，祈求能和自己心仪的对象在一起。这视为情蛊，可以实现真情之愿的情蛊。封我99血，其余99灵。痴情总是多苦，情封我99血，其余99恋。痴情总是多苦难，情蛊苦令仙。啊，怎么变天了？天上那是什么？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？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好久不见了，你还好吗？我的小月初。看着你的脸，依旧什么也想不起来，但这份感觉却如此的强烈，如此真实。
论如何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喂，我说老头儿，你们到底想搞什么鬼？还不明白吗？我女儿千辛万苦把你的灵魂换入这只鸡中，而这只鸡的体质，乃是她特别培养，专门用来作为催化中介的。催化中介？你们？对，我们要用它来施展出南国上古秘术，借尸还魂。借尸还魂？哦，听起来好厉害啊！此术便是巫女寻来的绕开涂山之法，从转世体中拨出灵魂，还入平丘月初的尸身之中，让其重生。你简直是笑话！先不说这种你们自己山寨的上古之术有没有效，即使真的成功了，也只不过是让我的意识进入了他的身体而已。我还是我，根本不会任你们摆布的。哼！你知道吗？南国靠独骨二术雄霸一方，境内号称最强之毒的大概有108种。但最强蛊术，千百年来却毫无争议，那就是用蛊主心血与妖气来饲养的，灌注真情执念，可以实现真情之愿的情蛊。能还我女儿一个真正属于她的平丘月初。那在这之后，我会怎么样？当然是完全变成平丘月初。好吧，这次好像有点玩大了。早知道就该早点逃走的。哎呀，我呀，不玩了。我来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。紫环金铃本是我的法宝，我再说一次，没有人可以阻止我女儿。别小看我！
聲，如頑強疾病，如命格相襯。見眾生因你見眾生，以為這紅塵每個人都在等。慈悲命運皆是藥引，人人極享受，為何失寵只得一個因我發問？這眾生於我掌聲，卻未如我身份，只能聽聞未敢現身。哪怕想做飯裏身後亦無人。眾生於我相親，卻不與我接近。誰的靈魂暫借肉身？若沒有愛侶，是誰在受困每句的過問？徒增我傷痕。天色又暗下来了，里面到底在干嘛呀？哎，那个白月初一直在惨叫啊！啊，月亮出来了，应该要到公主仪式的时间了。挣扎了大半天，意义可嘉呀！不过你再多的努力，我只用1秒，便能让他前功尽弃。已经是第5次了，这次连这个外挂道士都不行了吗？混账，手臂是恢复一点了，可是这尼玛是匕首啊！可恶啊！时辰到了。女儿，准备开始吧。开始？你们要干嘛？马上，你就要变成我的品秋月初了。这帮家伙！居然是透明的，为何刚才我还没注意到？这是南国特产的紫星河水晶，可以强化月光的阴气。你们现在才看到，当然是因为时辰到了，月光开始照起来了。你让我飞起来干嘛？放我下来！快放我下来！喂！我说你呢，听到没有？让我下来！干嘛呀？我又不是飞机，你把我放下来！这是什么感觉？好像脑子里的泪被抽了出来。还不够，还得加上这个纯阴之月，左阴历。之泪，这是什么？一路千元！等等，干什么？告诉你，你这样把我弄了就是谋杀，你一定会收到土山法院的传票。土山自己不是也做着以前世之尸爱今世之身的事情吗？只要能真正与你再拥抱一次，我的下场是什么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还不够，再加上反刍之徒逆势而上，来吧，前世的灵魂！这是演出的前世灵魂，都是大师哥哥吗？不会错，看节操就知道，肯定是白月初前几世的灵魂。既然都是道士哥哥的话，那么，道士哥哥，看这里！小妹妹，你真是好人，你真是好人啊！
备而来的。我也有很多。那边好了，走喽！你们还真是势利啊！都给我滚！洛兰，洛兰，在晋人大陆之中，位于边陲的南谷，永远是最让人畏惧的地方。那里长满了各种毒物，弥漫着各种毒烟。他们的皇室欢都一族，每一代都能以令人胆寒的毒力君临南国。此时，欢都家族这一代的公主正在此山之中修炼万毒之体，而今天正是她欢都洛兰的出关之日。一天又一天，我刚刚数了数，今天是公主出关的日子哎！你这个白痴！来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你这样白痴下去，会把我们五都太保的脸都丢光的！真是没想到，公主年纪轻轻就能修成万毒之体。谁让你不长记性？今日攻城，我南国必能驾驭四海，叱咤中土啊！知道错了，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这是天生心形的石头，居然让我在公主修炼的山上捡到，这一定是缘分。如果把这块石头送给公主表白的话，哎呀，心形的石头，你想把它送给公主吗？哦，形状不错，是想要表白吗？有点老土哎。老土倒不行啊。等等，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只是想丢石头玩啊，它凑巧是个心形而已。蠢货们，这颗缘分之石我怎么会丢呢？当然还握在手中。我丢出去的只是五毒太保的玉牌，玉牌也很重要啊。算了，以后再找吧。快好了，现在是关键时期，只要这段时间不被打扰，万毒之体我就练成了。不好，公主！看情形，莫非是万毒之体合体失败了？万毒出关失败，炼成的万毒妖气进攻本体，不出半个时辰，逆毒攻心，100年修为化为乌有，以后也不能再修炼毒功了。这么严重？有什么办法吗？办法倒是有，嘴对嘴，把逆袭体内的妖毒吸出来。嘴对嘴，这不是接吻吗？杜公子，你冷静一点。真的没有想，我只是想那个什么，就是接吻啊！不是，这也不对啊！大家都听见了，恕我直言，在场能称得上帅哥的只有我，所以我并没有特别想要吻公主。等等，我还没说完。公主现在周围都是逆行妖毒，和我们练毒功的妖气天生排斥，你会被弹飞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公主再这样下去一定会出事的。这附近哪儿去找没练过毒功的人来救公主啊？哎呀，这位姑娘很需要人亲吗？那是什么？我很乐意的。什么人？居然敢无声无息地潜入我们五都太保的范围！哎呀，这里边的人好难受啊！不过看在是个美人，
我忍了。可以再来一次吗？流氓！本公主要把你凌迟处死！这就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。美女，可以再来一次吗？昨天公主的情况特别危急，幸好有一位从天而降的男子仗义相助。哎呀，可恶！这个人渣！你这个人渣！公主息怒，冷静啊，冷静！这个臭流氓就你刚刚冲锋失败，差点走火入魔，不能再随便动用妖力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我要杀了他！是，还是让卑职代劳吧。混账！你们都在干什么？杀了他！皇侄，无论如何，他总算是救了你，算是你的救命恩人呐。而今你不但不思回报，反而要取他性命，这传出去，皇室的脸往哪儿搁呀？我们欢都一族在南国贵为皇室，绝不能做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。是啊，公主，不能全凭一时的行为来判定人品啊。公主，您这么美丽，在那种情况下，男子情不自禁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就是啊，像这样把一个妹子搂在怀里，是个男人都会受不了的。何况我还正是青春期。我把他打入天牢！公主三思啊！这些混蛋到底在说什么？啊！怎么不说他是个人渣？这种……等等，不对，绝不能让别人知道他是个人渣。像我欢都洛兰纵横天下，怎么能够让人知道我的初儿是被一个人渣夺取的？公主，莫非吻你救你的人是个人渣？说话要有证据，谁告诉你的？你刚刚自己喊的。我。是啊。给我闭嘴！要是传出去，我拿你10万！哎呀，公主，你小声点儿。但是公主，纸是包不住火的呀。既然事已至此，微臣倒有一计。现在他是个人渣这件事情还没传出去，所以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。要不我们把他软禁起来，训练成一位风度翩翩的美男子，然后再开发布会，让他跟媒体见面。到时候这件事就永远没人知道了。这就是瞒天过海，把黑变白。也只能如此了。臭流氓，给我走开！姐姐，那个人怎么回事？快住吧！小妹妹不要害怕，我只是一名正值青春期的美男子哦。哎呀，来嘛，只是聊个天，你们怕什么呀？来嘛，聊天很寂寞的呀。天龙，不分男女间的吗？你真的有把握把他训练的风度翩翩？微臣拼死一试。我现在只
是希望看到报纸的人越少越好。我心如明鏡，但睜眼亦輕行。唯獨我不可以發聲，如頑強疾病，如命格相殘。見眾生因你見眾生，以為這紅塵每個人都在等。慈悲命運皆是藥引，人人極享受，為何失寵只得一個因我發問？這眾生於我掌聲強，未如我身份，只能聽聞未敢現身，哪怕想做傀儡身後亦無人。眾生於我相親，卻不與我接近，誰的靈魂暫借肉身？若沒有愛侶，是誰在受困畏懼的光紋？徒增我傷痕。哇，混账！妖魔凭什么命令我们必须和人类和睦相处？真想不通皇族到底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接受这种狗屁号召！想到要和人类杂碎生活在一起，我就觉得恶心。反抗，推翻环都一族昏暗的统治！几位洞主，小声一点，万一传到了毒皇耳朵里。是，皇上是大混蛋，为妖怪的自由而战，可悲！你们个个声称要造反，却每一个都害怕那份力量。毒皇欢都晴天，那一份不可战胜的力量。那份力量已经无敌于西南5000年，无人能破呀！不是不能破，而是你们不知道何时能破。啊，这2天的报纸有看吗？报纸？啊，报纸上居然会登能破毒皇神功的时间吗？没找到啊！怎么会登那种东西？你们好好看看，这2天的头条是什么？公主闭关失败，被一名男子所救。有远远的目击者称，男子是从天而降的。所以，你们能看出这则新闻的重点吗？总结中心思想我最在行了，是公主被人吻了，据说还是公主的初吻。白痴，谁关心那个？重点当然是，公主这么危险的关头，毒皇居然没有亲自赶来护法。真的耶！这难道就意味着他们父女的关系不好？我也觉得他们长得不像，说不定公主不是毒皇亲生的。当然不是，叫你们没事少看肥皂剧。护法需要的是稳定的功力，毒皇没有来护法自己的亲生女儿，这说明
所谓多读书方知耻，从今天起，你就给我好好的读书，好好的听我讲课，我会用心把你教好的。好的，我一定努力的听。能沟通就好。他认真起来的样子倒还算可以。这样比较容易听见你的心。我杀了你！公主等一下，手下留情啊！在入天牢之前，我们对他进行过完整的体检，发现他没有任何法力。您下手这么重，会杀死恩公的。没有任何法力，把它捡回来。是。有没有法力，一试便知。妖气植入身体，未有任何反应。果然是个凡人。所以说好奇怪呀，那天他救公主的时候，是怎么无声无息的避开了五毒太保的感应的呢？好神奇呀！这已经不重要了，重点是，这么一个人体地里有若如小鸡的凡人，却夺走了我的出门。要是被全国人民知道了这事，一定会认为是我主动的，一定要死守这个秘密。现在天牢已经不能让他待了，就关在这里。有这些毒气在，他一个凡人怎么也逃不了了吧？总之，现在除了培养他的情操，还要教他法术，才能成为一名能够强文武的男子。在这之前，杜绝他接触任何外人。哎，皇妹，你果然在啊！什么人？是皇兄我呀。皇兄，听说你这次闭关很危险，还好有一名少年及时救了你，所以我特地来见见他。见他不可以，不准见！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累了，再休息，一进去会打扰到他。这样啊，真遗憾。听说他当时无声无息地潜入了你的逆行毒气之内，连五毒太保都没有及时发现，真是一位法力高深的少年英雄啊！完全正确，他比我都要稍微厉害那么一点点，所以那个吻不是我主动。哦，这么厉害，好想跟他切磋一下呀！不必了，会伤到你的。这么说来，我想起来前一段我学会了伸头术，这样就可以远远的看一眼你的恩公，又不会打扰到他了。吓到他了！好了，我不见就是了。说来，近一段时间好像没怎么见到皇上啊。那老头子啊，我最近好像也没有见到他。啊，皇妹也，莫非外界的传言是真的？皇上他病了？谁传的？怎么，造谣我不行，想抢我位子？微臣不敢，微臣只是听到了一些流言，关心皇上。算了，我对谣言没兴趣。我这次是特地过来，是想见我女儿的救命恩人的。不行，他在休息。叫起来好了，来见皇上嘛。不行，因为他救我的时候受了伤。那正好让为父来给他疗伤嘛。不用了，我已经替他治好了。奇怪，皇妹你神情惶恐，又死活不让人进去，莫非里面有什么难堪的东西？受伤救人，场面难堪，一定是我们南疆独门的治疗法术——阴阳转移大法。我们早知道就不当电灯泡了。那样的。
哎，难为女儿还穿戴这么整齐出来应付我们，可以大婚喽！想不到他们发展如此之快，皇妹敢爱敢恨，真是女中豪杰呀！皇宫好多年没有喜事了，得好好的操办。皇上，不好，皇上！啊，不好，那位置是塌塌的地方。听闻公主的恩公是个法力高强的人类，不过可惜，人不善力，可不经砍呐。妖界之夜杀手，五行天煞。不错，五行天煞从不失手。久闻南国毒皇乃万毒之王，无论是人还是妖，都逃不过你的毒烟。不过很可惜，束缚着你的武帝是土，所以你们以为不会中毒？看你们这么孤陋寡闻，所以你们一定也觉得植物和金属不怕毒是吧？带他们下去，严刑拷问。遵命。可是，公主的恩公他……小王爷放心，有我二弟的武者之盾在，那斩击算不了什么。叩见皇上。人怎么样？没有动静，应该无恙。哦，外面发生那么大变故，居然在里面纹丝不动，这份胆识真是令人钦佩。如此少年英雄，老夫一定要见上一面。不要啊！不要！对不起，女儿，为父无意窥探你的兴趣。公主，微臣死也不会说出去的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。听说我们重金请来的五行天煞，五行天煞不是说他们行走江湖从不怕毒的吗？看来这些人也就是嘴上说说，手底下根本不用。被毒皇青东放倒了3人，钱都白花了。各位宗主小声点儿，被人听见就穿帮了。是啊是啊。对。对，不能让人知道。哼，3煞被抓，其实是我安排的。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任务，得出了2个重要的消息：一，毒皇的功力出了问题，对付这个量级的敌人，居然需要手下帮忙，万毒之体的启动也慢了很多。2，皇宫内线亲眼所见，公主那个神秘的恩公，居然只是个毫无法力的凡人。一，毒皇的功力出了问题，对付这个量级的敌人，居然需要手下帮忙，万毒之体的启动也慢了很多。2，皇宫内线亲眼所见，公主那个神秘的恩公，居然只是个毫无法力的凡人。皇上，公主的恩公平丘公子到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哦，平丘公子请。这是父皇下旨召见你，我也拦不住了，所以你就真身打扮去见父皇，记得全程给我扮高傲。高傲？原来你喜欢高傲的男子，怎么不早说呢？今晚你是高手，记住，昂首挺胸，父皇不会贸然使你功力的，所以给我注意气质。我头抬这么高，
应该够气质了吧？可是话说，穿一身白就会像高手了吗？行了，不用这么辛苦了，老夫还没眼瞎。你虽然有些古怪，可确实没有任何法力。你果然不行哎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南国现在已是是非之地，所以你拿上这些，快走吧。怎么了？嫌少？对不起，我现在并不需要这些。况且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这里，离开公主。哦，不错，无论出于什么原因，能拒绝这么多财富的年轻人类已经不多了，的确是条好汉。不过，如果您能给我200个美女的话，我可以考虑接受哦。好多年没人敢在我认真的时候开玩笑了，有胆识。其实，你能在那种情况下救公主，老夫就已经可以判断你不是他们的人了。公主也有不俗的战力，能因为走火入魔而失去功力，正合他们之意。而且如果爱女出事，我便会心境大乱，击败我的最好时机也自然会出现。那既然公主这么重要，您为何当时不亲自去护法呢？因为传言是真的，我的功力出了问题。这些已然不重要了。你既然不愿离去，那就必然会趟入这趟浑水了。所以，你愿意救我女儿到底吗？想不到，你虽然全无法力，可身上却……罢了，有什么变化就听天由命吧。年轻人呐，别怪我仓促，因为有人等不及了。我心如明鏡，但睜眼亦輕響。唯獨我不可以發聲，如頑強疾病，與命格相殘。見眾生因你見眾生，以為這紅塵每個人都在等。慈悲命運皆是弱人，人人極享受，為何失寵只得一個因我發問？這眾生於我掌聲強，未如我身份，只能聽聞未敢現身，哪怕想做傀儡身後亦無人。眾生於我相親，卻不與我接近，誰的靈魂暫借肉身？若沒有愛侶，是誰在受困畏懼的光紋？徒增我傷痕。皇上，微臣有急事求见。进来。是。啊，平丘公子也在这里。他刚刚询问他来历，释放了点威压，给吓晕了。不用管他，你说你的。是，那个
就在刚才不久之前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南国五毒太保中的毒公子、毒童子、毒娘子、毒婆子，全被一个人打成重伤。啊？什么？不过最后他与家父毒老子交手，拼了个2败俱伤，微臣才得以用金蛇乾坤袋擒下他。此人毒功精深，出手狠辣，却又不是我们南国的人。微臣觉得事有蹊跷，只能来请皇上定夺。放他出来！啊！可是皇上，他很危险。真是好眼力，不愧是南国皇帝，这趟来的值啊！小朋友，谢谢你带我进宫来，省了很多麻烦呐。啊，你！原来如此，阁下的名号我听过。传闻中，中原的第一用毒高手，却在中原一带专门猎杀用毒之人，所以人送称号“枯木药仙”。是啊，虽然我用的也是毒，但毒的敌人就是药，子也可算是当之无愧嘛。难得南陲毒皇也知道我，真是荣幸啊。今日我来，就是想看看你我谁才是真正的万毒之王。要是平常，还真是想和他一战呢。这是皇上，您的万毒之体呢？用不出来了吗？你居然联合外族人暗害于朕！徒儿恭喜师父计划成功。想不到吧，皇上。冰兰法赤火瞳，你练了天蚕复毒蛊，你疯了！那至少会损寿300年。没办法呀，谁让只有这个专门束缚妖毒的蛊，才能对付你们这群老不死的。300年算什么？你若不死，3000年我也坐不上你这个位置。你之所以敢在今日下手，只怕是因为上次我对付刺客，让你敲出了破绽了吧？下去吧。是。哼，你说的没错，我看出上次你打退刺客的万毒之体，根本就是障眼法。放倒他们，用的也是真毒粉，而非你的妖气之毒。我早就在外面散布了你身体有病的流言，所以今天杀了你，只要宣布你病逝驾崩，再大哭一场，就能顺利接手皇位了。计划周全，很好。
我认栽。不过，你能否放了罗兰，以及送平丘公子出国？我们南国内乱，不要牵扯旁人。你以为你还有资格和我谈条件？你对我纵横西南5000年的毒功感兴趣吧？我的毒功并不是凭空衰弱，或是消失了。哦，有趣，说下去。我的毒功没有消失，而是去了某个地方。我这里有一张一骑道盟的千里追尾符，钉在南国与中原的边境。你让我用它送平丘公子离开这里，我就把毒功的秘密告诉你。因为它是公主恩公，所以必须护他周全，否则皇室惹人闲话。哼，沽名钓誉。不过反正杀不杀这个凡人小子无所谓，请吧。好了，人已经走了，该你了。放心，君无戏言。我的毒功名曰千转宝轮功，此功威力无穷，却有一个奇怪的特性，那就是每1000年，毒功会反噬自身一次。此时，毒功会用不出来，需要把功力彻底传给另外一个人，否则就会被毒功反噬而死。而受了我功力的人，便会获得与我一般的强大妖力。但那个人没有修炼过此功，并不会传功，需要借助南国至宝4块寰玉璧的力量。待7天之后，使用寰玉璧，就能再把功力从那个人身上抽取回来。哼，不错不错，跟我从古籍上查来的一样。听说即使是其他人使用寰玉璧，也同样能把功力抽取到身上。说得不错，即使是你，也能把功力抽为己用。只不过，我已把功力传给了你刚刚送走的平丘公子。早知道你有此一手，老狐狸。枯木，告诉他，刚才我们送走平丘公子的时候，也顺手定位了他的位置。只要有这个妖精，马上就能查到，并把他抓回来。怎么了？师父，平丘他现在，他和涂山狐妖在一起呀。哎呀，公子你醒了呀！啊，你们，公子，你是突然的传送出现在我们身边的，真是吓了我们一跳呢。对了，你就是南国皇帝昨天提到的那个人吧？这次我们来南国采购药材，多亏皇帝陛下的关照，省了好多钱，所以你的事啊，就交给我们吧。哎，刚刚我不是还在面见南国皇上吗？怎么突然就到这儿来了？不过，这里有这么多美丽的妹子，而我又正值青春期，老天，你终于肯好好的对我了。等等，不对啊，这几位庄严肃穆的姐姐，莫非是？你们这耳朵，难道你们是？我们是狐妖，
来自涂山，我们会遵守与陛下的约定，带你去涂山暂住的。放心吧，我们会好好疼你的。等等，别过来，别过来啊！男女授受不亲，真想不到有人胆敢偷窥涂山的。师傅，真的是涂山狐妖。师傅，这下该怎么办呀？哼，好你个老家伙，你才是勾结外族，干扰我南国内政的人。别以为把自己的一身力量送到涂山，我就得不到。区涂山，也难不倒我。也没你嘴上说的那么轻松吧？反正送不送走，你都一定会杀了我，所以肯定不能便宜了你。没错，无论如何，你今天都得死。也没你嘴上说的那么轻松吧？反正送不送走，你都一定会杀了我，所以肯定不能便宜了你。没错，无论如何，你今天都得死！消失了，就这么凭空消失了。气息上完全没有问题。我出手的时候，他明明就在这里，为什么？他明明已经没有妖气了，还中了我的天蚕复毒蛊，没理由凭空消失啊！我计划这么周密，不可能会有错，不可能会有错冷静了，不可能！这下面有问题。师傅，下去看看。混蛋！这下面居然有一个洞穴，之前侦查皇宫的时候怎么没有发现？师傅，你看，这是道门的传送阵。这种传送阵可以间接使用法力，把人瞬间传送到别的地方。刚才我们战斗的时候，应该有人使用这种法术，在下面的这个洞穴把国王给救走了。不过这种阵法的传送距离不会太远，他一定还在南国境内。老奸巨猾的老不死，把力量放在安全的地方，然后自己躲起来，等到功法衰落期过后，再取回功力复仇。好计谋啊！那样的话，我们只能抓住公主作为要挟，才有可能全身而退了。笨蛋！公主的正确用法，当然是这样才对。我心如明鏡，但睜眼亦輕響。唯獨我不可以發聲，如頑強疾病，如命格相殘。見眾生因你見眾生，以為這紅塵每個人都在等。慈悲命運皆是藥引，人人極享受，為何失寵只得一個因我發問？這眾生於我掌聲強，未如我身份，只能聽聞未敢現身，哪怕想做傀儡身後亦無人。眾生於我相親，卻不與我接近，誰的靈魂真這
傷痕。你说什么？你说昨晚父皇和那个无赖，不，平丘公子，同时被人掳走了？没错，在那之前，那妖怪还击倒了五毒太保。都是我不好，如果我再谨慎一点，也不会让那个混蛋。公主，大事不好了！城门口那边。什么？公主没问题吧？这老头可是酷木药仙呢。安静点。看着。就是你在这里叫嚣南国无人的吗？这是事实。老夫大老远跑来南国，还以为能得偿所愿，真是太让人失望了。哼，混蛋！昨晚掳走我父皇的也是你吧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？说！卑鄙手段？万毒之王徒有虚名而已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五毒太保、万毒之王皆为南蛮小卒，浪得虚名。公主的正确用法，师父您说的是？徒儿，你记住，我走之后，你立刻去南国城门口挑衅，公主必然应战。我倒想看看，老子不行，不知道女儿怎么样。此时公主伤势未愈，绝不是你的对手。不过你出手也不得太重，必须留她一命。这毒根本就不厉害，就凭你这点毒力，可能击败父皇。都这样了，还死不认输？南国就只有嘴皮子厉害吗？记得，击倒他之后，你便激他开口，让他说出传说中那4块玉璧的位置。这玉璧乃南国至宝，只有皇上和公主知道其身在何处。老头子既然只送走了平丘，那一定是仗着公主知道玉璧的所在。而我为了得到毒功，也绝技不会杀公主。所以，与其如此，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听闻南国至宝4块环玉璧里有一套非常厉害的毒功，小姑娘不如回去找出来练练。你们欢都市的万毒之体，实在不怎么样啊！放屁！你要是我练成了万毒之体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似乎有人看不上南国毒皇的万毒之体呀。各位大仙，各位大仙，留步啊！大仙，大仙，请留步。怎么，想拦我们去路？啊，岂敢岂敢！卑职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拦各位涂山特使的去路啊。只不过听说有位平丘公子跟各位特使在一起，我们是奉南国公主之命，特来迎回。平丘公子本身是公主的心上人，只是国王不喜，便把他偷偷送到了大仙你们那儿。不过国王最终倔不过公主，所以特派遣我们。行了，你们说的话是真是假，我们没有兴趣知道。我能告诉你的只有，你们说的平丘公子，他早已不在这里，我们让他走了。啊，这是平丘公子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求我们，说他
有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你刚刚好像看不上万毒之体啊？这真的是万毒之体，和皇上使出来的效果一模一样。难道公子已经得到皇上的真传？怎么可能会这样？不可能的！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又怎么会有一身熟练的妖力？集巫毒之国所有已知毒物，化入自身妖气之内，再辅以纵横西南万年的幻毒一族独门功法运气，勤加修炼，快则几百年，慢则上千年，才有小成。你昨天还是毫无法力的凡人，今天就叫嚣着你会万毒之体，你说是吗？天才与凡人的差距就在于时间。同一篇文章，有人读100遍而忘字，有人却过目不忘。100千年只是凡人的量级，而对于我这种获得了老毒皇亲传功力的天纵奇才来说，练就此毒功，一日足矣。不信者，就用你们的身体尝试。平丘公子好厉害呀！都逃走了。你，皇妹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马上带你去找御医看看。哎，急什么？只要有我在，公主还能有什么事儿？哎，我刚刚救了你们全国，还不快来个舒服的大叫，抬我和公主回宫？大吉大利！耶！平丘少爷！哦！你为何会有父皇的一身神功？因为你父皇知道有人要害他，所以在危机时刻，把一身的功力都传给了我，并让我告诉你，一定要嫁你为妻，今晚就洞房。莫非公主和公子又在做那天我们在皇宫看到的事？我告诉你，事关我父皇的生死，你要是再敢胡来，就不要怪我。为什么？你的脸被我的毒伤到了？难道你其实根本没有功力？好像没什么动静了。要不要闻闻看？你傻呀！要是惹得公主和平丘公子不高兴，我们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你一点功力都……别说，否则我回来就白费了。可恶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完全看不懂啊！是啊，这事态的发展超乎我们的想象啊！要不是这小子突然出现，刚才我们威逼公主去找玉璧的计划就成功了。关键是我想不通，如果那个平丘真有老不死的功力，
老不死，又何必把他送到屠山人手上呢？但如果他没有老不死的功力，刚才的一切又怎么解释？就刚刚看来，那小子已经把万毒之体操纵得出神入化。师傅，我们的计划岂不是？我们……你成功不了的，就如同你当年自不量力地吸收我的功力一样，还企图得到屠皇的功力，想要消化我，真是痴心妄想啊！要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反噬了你。你闭嘴！黄妹，下午好，身体恢复了吗？人都去哪儿了？啊，不能出城？那个，小王爷吩咐过，不要放人出城的。哎，这样啊。不过我可是平丘公子哎，可是未来马上要成为你们南国驸马的人，不能通融一下吗？你这边脸也不想要了是吗？等，你看，还有这位是你们的公主，也不能通融吗？小人实在是……哎呀，这样啊，真是难为你了。可是我会万毒之体哟，你要是不放我们出去的话，我可是会弄死你的哟，很残忍的哟。我说，为何我们要急着逃出宫？因为皇宫里危险嘛。你把事情经过说清楚。你之前说父皇传给你了功力，你就晕倒了，然后迷迷糊糊的被传送到了别处。是啊，醒来后我就发现我会毒功了，不过只有空架势，没有功力。当时我迷迷糊糊的听见了4个声音，一开始是你父皇、皇兄、药仙，可是你父皇惨叫之后，出现了另一个声音。这个人藏匿在皇宫之中，并且能一击击倒你父皇。敌暗我明，所以我们在皇宫之中，随时可能会有危险。你是说，皇宫里有内奸？因此我们只有逃出来，才能化明为暗。我想皇上应该也是料到了这个人会马上出手，所以才把功力传给了我，希望我能对付他。那为什么？可惜，在传功过来的时候，出了问题。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对不起，那是因为我才出现的问题。你怎么了？你突然说这种话，好恶心。有吗？有。哎，好吧，那我们接上一个话题吧。刚才你已经试过了，那个什么药仙你都打不过，更别说那个击倒毒皇的神秘人了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躲得越远越好。不行！哎呦，你干嘛呀你？如果真像你所说的，这个神秘人藏匿在宫中，谋害皇上，明显意在祸害南国。现在父皇生死未卜，我身为公主，绝不能自己躲起来。那个药仙在见我的时候，提到了4环玉璧，让我突然想起前段时间我在皇兄那儿看到过的一份古卷，上面记载了玉璧可以抽取别人身上的千转宝轮功，而千转宝轮功正是父皇的功法。父皇的功力在你身上没有效果，但是要是在我身上，那情况可就完全不同了。所以只要找到4环玉璧，
把你的功力抽到我身上，到时候，看我把这帮反贼打出屎来！而且本公主正好知道4环玉璧在什么地方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可是，万一我听错了，而你刚刚又猜错了，怎么办啊？那就杀了你！为什么呀？我心如明鏡，但睜眼亦輕響。唯獨我不可以發聲，如頑強疾病，如命格相殘。見眾生因你見眾生，以為這紅塵每個人都在等。慈悲命運皆是藥引，人人極享受，為何失寵只得一個因我發問？這眾生於我掌聲強，未如我身份，只能聽聞未敢現身，哪怕想做傀儡身後亦無人。眾生於我相親，卻不與我接近，誰的靈魂暫借肉身？若沒有愛侶，是誰在受困畏懼的光紋？徒增我傷痕。嗯。